双胞胎，姐妹花。住手！哦，原来是刚在监狱进修完的李总经理呀，老子正要找你呢。李总经理，我钱是没给够吗？新来的，去，和那老头一样睡那里。哎，老子说你呢！上，废了他！哎呦！你去那边睡。哎，兄弟，我叫周大强，你叫什么名字？李不群。哦，不群兄弟，真是太谢谢你了。光头那一帮人之前总是欺负我，让我去睡厕所。自从他被你揍了之后啊，我终于可以睡床了。不用谢。哎，不群兄弟，你是犯了什么事儿进来的？打架。哦，那你应该很快就出去了。出去以后有想过要做什么吗？没想过。哎，像咱们这种蹲过大牢的人，出去以后是不好找事情做的。兄弟，我看你身手不错，如果你出去后真到了没有饭吃的时候，就联系他，说周大强介绍的，他是建设路那片的老大，我以前救过他的命，他会给你有事情做的。李不群，以后一定好好做人，不要再回来这里了。周大强曾经救过我一命，他介绍来的人，我会给几分薄面的。这样吧，你留下来做我小弟吧。谢谢文森哥。哼，别高兴得太早，在雪城混不容易。比如我吧，最近遇到一个不守规矩的小瘪三，玩灯下黑，把我的脑袋开了瓶。你要是能替我出这口气，我的丽都歌舞厅让你说了算。如果没这本事，趁早滚蛋，别浪费我时间。什么？丽都歌厅？文森哥，那可是块肥肉啊！这位兄弟刚到就……怎么样？这活你敢不敢接啊？照片。我还要一样东西。什么东西？一把枪。我看的那个赵文森，还他敢不敢嚣张？还是老大牛逼啊！你他妈谁呀？敢踹老子的门？信不信我们？哥，不，哥，我叫李不群，3天之内离开雪城，不然要你的命。3天，我走。哎呀，李不群，干得漂亮！我听说阿豹连夜坐着驴车跑出了雪城，这辈子
恐怕都不敢回来了啊！兄弟，在上面签上你的名字，以后丽都歌舞厅就是你的了。谢谢文森哥。兄弟，不用谢，好好干，以后在雪城会有你更多的机会。各位，下面有请我们的新总经理发言，大家鼓掌欢迎。我不管丽都舞厅以前是干什么的，但现在、以后，黄赌毒绝对不能碰。谁要是敢碰，我就杀了谁。张哥，这太不公平了吧！要是让你去解决那个阿宝，你也可以办好，偏偏文森哥把机会给了这个刚从监狱出来的生面孔。雪城的水可不是那么好划的。张扬，待会儿你带几个兄弟去丽都歌舞厅，就去点女人。他不是不搞黄赌毒了吗？切，他要是上就是朝令夕改，他要是不上你就给我闹。反正整个雪城都知道你是我张青的弟弟，不会把你怎么样。信哥，还是您高明，让这个生面孔进退维艰。在雪城靠运气是没用的，得靠脑子。去吧，走。李总经理，不好了，有人来闹事了。李总经理，这次闹事的人是张青的亲弟弟。张青是文森哥的得力手下呀，他们手下人多钱也多，这于公于私，这事都不好处理呀，这怎么办呢？双胞胎，姐妹花。住手！哦，原来是刚在监狱进修完的李总经理呀，老子正要找你呢。李总经理，我钱是没给够吗？服务员，拿瓶最好的洋酒。这杯酒，我代表丽都舞厅给你道歉。不好意思，我们这现在确实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服务。这样，这瓶酒还有你今天所有的消费，全部都算在我头上。张扬哥，我以为把阿豹赶出雪城的人是个多么了不起的人物啊，原来他也知道害怕呀。张扬哥的哥哥张青大哥，那可是雪城响当当的人物，怎么能是阿豹那种小流氓能比的？这么说，你那是故意找我事儿了？我告诉你，今天这妞你上也得给我上，不上也得上。我哥哥是张青，你敢打我？李哥，我知道错了，求你别打了。爷，知道错了。今天他在这一共消费多少钱啊？一共5580。爷，少1分，他就不准走。是。5580。哦，对了，我告诉你，扯虎皮只能吓唬耗子，再有下次，我要你的命！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哥，你得为我做主啊！看，2个没用的东西，那个李不群，他都完全不顾及您的面子呀！张青哥，咱们进去干他！干你妹呀！闹那么大，那让文森哥知道我带人砸自己的场子。这李不群，这笔账老子记下了，咱们走着瞧。上车。李不群，真是你啊！咱们钢铁厂一块长大的兄弟。是我，大海，
你不是外出去打工了吗？现在外面钱不好挣，我又回来了。现在是无业游民，这不跟着张经纬他们来蹭吃蹭喝来了。哎，不全，张经纬你还认识吧？钢铁厂张主任的公子，现在老出息了，大学生。这旁边是他女朋友陈小美。记得。哎，不全，你最近怎么样？我记得你前段日子……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儿。有啥不好意思说的呀？坐牢就坐牢嘛。哎，张经纬，大家都是钢铁厂家属院长大的，你没必要揭人短吧？我要不是看在都是钢铁厂家属院一块长大的，我早就不想在这浪费时间了。走吧，丽都歌厅一起玩，我请客。丽都歌厅可是建设路上最有名的歌厅，要不是我家庆伟，你们这种人恐怕这辈子都来不起这种地方吧。走。不全，张经纬从小就这样，你别跟他一般见识。知道，大海这个人不错，又是我从小玩到大的老铁，到时候可以喊他来替我做事，自己人也放心。李总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哎，几位，欢迎来到丽都歌厅，来一个包厢。好的，您里面请。准备几瓶好酒。哎，明白。怎么样？这丽都歌厅够豪华吧？我可告诉你们，这个可是文森哥的地盘。再告诉你们一件事儿，过几天我就来这儿当财务经理，1个月500块呢。庆伟不愧是高材生，能在这儿当领导，还能拿高薪。大海，还有你那个蹲大牢的朋友，都跟着学学。什么叫蹲过监狱的？我老铁有名字。哎，我们好像没点这些吧？我们好像没点这些吧？这是赠送给贵宾的。厉害厉害！有什么名字？在雪城是要看实力的。你像庆伟，他的名字就能换来这些酒和果盘。没实力啊，有名字也没用。不是，咱都是钢铁厂家属院一块长大的，你有必要这么上纲上线吗？大海啊，你嫂子说的没错，在雪城要看实力，没有名气啊，怕是你俩一辈子都喝不上这种酒。所以呀，怎么跟你嫂子说话呢？你！哎，兄弟，不要激动，和谐社会跟他犯不着。还是那个蹲过大牢的会来事儿，也是大牢里这么多人教他规矩呢。感动我兄弟，你想死啊？如果不是看在咱们都是一个院子的份上，你已经死了。如果不是看在咱们都是一个院子的份上，你已经死了。相比实力是吧？这4瓶酒8000块钱，你把账结一下。我说你小子蹲大牢蹲傻了吧？这个是人家大堂经理送给我的，跟你有个屁关系？你也太会吹牛了吧！经理，这傻小子还真把自己当人物了啊！待会儿人来了，我看你小子怎么收场。庆伟啊，你可别替他解围啊，他自己装自己来场的。李总好。李总，大海，实话跟你说了吧，我就是这儿的总经理。为什么刚才隐藏身份？是我想看你小子变没变。兄弟，别怪我啊。不怪，我怎么可能会怪你嘛？你李不缺，呸，李总经理，你现在够牛逼的呀！张庆伟，刚才不是说比实力吗？大海开了1瓶酒，我不说他的，你开了3瓶酒，一共6000块钱，包间费1000，把账结一下吧。什么7000？我哪来的7000块钱呢？我爸虽身为主任，1年工资也才3000块。咱们在一个院子里从小长大的，你欺负我可以，欺负大海不行。咱们在一个院子里从小长大的，你欺负我可以，欺负大海不行。少1分，你今天就别想走出这个门。不就是丽都歌厅的总经理吗？我们庆伟啊，可是高材生。
我是你爹呀，我是高材生。要不是你这女人，我会惹上李总经理吗？庆伟，你敢打我？打的就是你！你还想跑？还站住！你给我回来！你还敢不听我话令？结完账再走。李不全，你就饶了我这一次！不，李总经理，我知道错了，我下次再也不敢了，我求你了。大海，你跟我走。哎，好嘞。大海，以后要是没事的话，跟着我干吧。李总经理，这是真的吗？好呀，我跟你干。别叫我李总经理了，那叫什么？叫我李哥就行。另外，我给你安排一个任务。什么任务？想在这雪城混得开呀，除了地盘以外，还得有自己的团队。你呢，去咱们钢铁家属院联系一下咱之前那些兄弟们，把他们叫过来，愿意跟我干的，咱们一起干。李总经理，是李哥，我说错了，这种小事啊，我保证给你完成。海李哥，李哥，各位，咱们都是钢铁厂家属院从小一起长大的，以后我们同心协力，在这雪城做大做强。同心协力，做大做强。喂，不群，你来我这里一趟。好，我知道了。阿青，不群，今天叫你们过来，这雪城发生了一件大事。胜利路的阿胜过失杀人，跑路了，他的地盘成了无主之地。阿胜有一家游戏厅，距离我们的地盘特别近，我想拿下他。没问题，文森哥，你说咱怎么干？阿青，我知道上次不群拿下阿豹，拿下丽都歌舞厅，你小子是有点不服的。你和不群都是我最中意的小弟，这样吧，我给你们两个公平竞争的机会，3日之内，你们两个谁能拿下那家游戏厅，我就交给谁打理。阿青，不群，你们没什么意见吧？都听文森哥的，没意见。不群兄弟，你等一下。不群兄弟，我现在手下已经有2家洗浴中心，1家 KTV 了。这游戏厅要是再给我这势力就太大了，容易引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我想把这个机会拱手让给你。不群兄弟，那游戏厅你尽管派人去拿。你放心，我绝对不和你争。不过文森哥就给了3天的时间，你可得抓点紧。张青大哥，你看这小子嚣张的劲儿，文化宫游戏厅那也是块肥肉，咱干嘛让给他呀？我拜托你动动脑子行不行？在雪城混不是用蛮劲就可以的。阿胜跑路之后，雪城的各大势力都盯上了他的地盘。根据我得到的消息，那个游戏厅已经被疯强的手下插齐了。疯强？那个手下兄弟特别多，动不动就砍人全家的疯子，疯强。没错，我把这个机会让出去，他李不群就会拼尽全力的和疯强争。等到他们2个打得2败俱伤的时候，我再出手，岂不是更容易？高，你这招实在是高啊！李不群，我弟弟的这笔账要用你的血才能还清。李哥，你找我？大海，你去摸一下文化宫游戏厅的地。我这就去，李哥。李哥，我打听到疯子和他几个兄弟这会儿正在里面吃火锅。我叫李不群，我是来跟你谈判的。谈判？怎么个谈判法啊？文化宫游戏厅给我。你跟我开玩笑的吧？你能赌我这一次，你不可能天天赌我，我会砍你全家的，知道吗？我再跟你强调一下，我不是来赌你的，我是来跟你谈判的。那家游戏厅肯定是我的，要不这样，你拿枪打死我，拿着，拿着。冯强，我现在给你这个机会，开枪打死我，我只数3个数，
你扣动扳机，我的小命还有游戏厅就都是你的了。3、2、1，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啊！我告诉你，机会我刚才给你了，是你自己不中用。那家游戏厅是我的了，你表个态。你如果不表态，我就认为你默认了。我再数3个数，老子一下就崩了你。3、2、1，我给你。咱们走。我这叫大丈夫，能屈能伸。过几天我再让这小子把地盘吐出来。切，怂货！韩信还是我胯下之辱呢。去你！跟你混我都嫌丢人。李不群才是真男人，我要跟他混。走，咱们去找李不群去。走。你们，李哥，你刚才真太威武了！咱们钢铁厂家属院的老铁，对你可真是心服口服啊！进。兄弟，出什么事情了？慌慌张张的。大厅里来了好多人，都是冯强的小弟们。这疯的就是个孙子，说好不争文化宫游戏厅的，这又来了。他们不是来找咱们干架的，他们是来投奔咱们李哥的。这个疯强这次彻底是栽了。哎，李哥，疯强的小弟们，他一个个可都是敢打敢拼的。有了这群小弟，别说文化宫游戏厅了，哪怕再打一条街都绰绰有余。好，那就再打一条街出来，安置这群兄弟。这李不群欠我的，我要让他10倍还回来。进来，你这是怎么回事？哎，张青大哥，李不群他找疯子去了。情况怎么样？李不群他比疯子更的疯，现在疯子栽了，疯子的小弟们全都投奔李不群了。什么？哥，这可怎么办呢？李不群不仅拿下了文化宫游戏厅，这人比咱们还多，势头比咱们还大呀！张青大哥，咱们是真不该让出来这次机会呀！不要着急，凡事多动动脑子。他李不群窜得太快了，不见得是好事儿。我有个办法，让他栽。哥，难道你有办法让李不群栽掉？你们2个过来点，咱们只需要这样办，他李不群必定万劫不复。你到时候去盯他那个事儿，你就在旁边给我举报他。哥，还是你这一招高啊！大海，最近干得不错呀，阿胜的地盘基本上已经全部是我们的了。谢谢李哥，还是李哥你把名声给打出去了，我才能做得这么轻松。进。李哥，有人找你。让他进来。李不群，认识一下，我是反黑大队的队长王超。你最近很红，我关注你很久了。你和建设路的赵文森不同，你管理的地区小弟没有做过什么违法违纪的事情，所以我想和你合作，扳倒赵文森，以后他的地盘由你来管。我只有一个要求，你只做合法生意。所以我想和你合作，扳倒赵文森，以后他的地盘由你来管。我只有一个要求，你只做合法生意。这并不符合道义。你不用着急给我答复。喂，不群兄弟，你快来一趟，文三哥找你，好像是有什么特别要紧的事儿想和你商量。好，不群兄弟，你来了，文三哥在里边等你。好啊你，自以为窜得快，敢对文森哥动手！兄弟们，打死这个白眼狼！上！
李不群，你嚣张不了多久了。文森哥，明天建设路的小头目都会因为这件事儿来雪城大酒店开会，到时候他李不群在雪城可就没有立足之地了。还是你小子脑子好使。嗨，李不群打下的那些地盘全都得吐出来。文森哥，那个李不群刚从监狱出来，你就给他这么好的资源，现在他窜起来了，居然瞧不起你，像他这种白眼狼就该驱逐出雪城。李不群，文森哥，我知道你重情义，但对于这种白眼狼，完全不要有妇人之仁。咱们这种人最讲的就是义气，李不群竟然做出这种事，绝对不可饶恕，必须替文森哥教训这混蛋。大哥，你就表明一下态度吧。好，干他！我看谁敢！啊，李不群，你也太嚣张了吧！竟然长到这儿来！来人，把他给我赶出去！得了吧，别费力气了，就外面那些小喽啰早被打趴下了。你们，不群，你只是要和大家作对，是吗？李不群，你人多钱多又如何呀？像你这种忘恩负义的人，我这辈子都瞧不起你。李不群，今天算我没有准备好，我认了。但以后你在雪城休想再有立足之地。李不群，你看到了吧？你再厉害又如何？难道你能与整条建设路为敌吗？像你这种白眼狼，就该是这种下场。李不群，你要干什么？大海，给他们看一下，给他们看一下。是。各位，视频上的内容你们看完之后，如果对我还有意见，那我就开枪爆了我自己的脑袋。不是，你算老几啊？凭什么你让我看我告诉你，你再巴巴，我第一个先爆了你。大海，播放。文森哥，李不群的小子窜得太快了，再这么下去，你想说什么？文森哥，我有一个办法，能让这小子在雪城待不下去，他的地盘也全能被你收上了。文森哥，咱们就这样，到时候你就在这装死，我们全都进来，就说他背信弃义，连文森哥都不放在眼里，我联络够了人来讨伐他，这法子怎么样？好得很呐！赵文森，你居然做这种事！我们差点错害了李不群。文森哥，这就是你说的道理。文森哥，这就是你满口的道义吗？不群，这都怪阿青，是阿青挑唆我才会赵文森，你这有点血口喷人了吧？明明是你自己怕地位不保才这样做的。要不是你挑唆，我能做这些事吗？你混蛋！你挑拨我和兄弟之间的关系，害我们成这样！你个自私的小人，我打死你！你敢打我？打的就是你！哎呦！哎呀！使劲打！道义，这就是道义。够了！道义，这就是道义。够了！这是我的人搞到的一段视频内容，你看完之后再做决定。文森哥，明天建设路的小头目都会因为这件事儿来雪城大酒店开会，到时候他李不群在雪城可就没有立足之地了。阿青，还是你小子脑子好使。嗨呀，李不群打下的那些地盘，全都得吐出来。这就是他们口中的道义。
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权力欲望的工具罢了。另外，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情，周大强也是被赵文森利用之后才进的监狱。他把阿豹的事情交给你来处理，一，他想表面上报答周大强的同时来考验你的能力；二，是因为张庆的势力太大，他想提拔一个人去制衡张庆的势力。李不群，你和他们不同，我希望你可以认真考虑一下我们之间的合作，哪怕是为了你那些钢铁厂家属院的兄弟们。另外，我再提醒你一句，为了那些所谓的道义去打打杀杀，最后的结局只有一个，就是和赵文森一样被我们反黑组给盯上。赵文森，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一，把雪城大酒店交出来，给我滚出雪城；二，我打爆你的脑袋，夺走你的大酒店。不群，赵文森，你不滚，老子亲自派人打你！你混你大爷的黑道啊！你可以带着张青滚了，还不快滚！杂碎！李不群啊，不，李哥，李哥的为人呢，想必大家都有所耳闻。而且啊，李哥今天还帮咱们揭露了赵文森的这个丑陋的面孔。是，这样的啊，我提议咱们认李哥做新的大哥。李哥，行。既然兄弟们这么抬举，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好。王警官，这些是我找到的赵文森的犯罪证据。太好了，有了这些就可以对赵文森实施抓捕了。李先生，合作愉快。合作愉快，我要带兄弟们走正道，你得帮我。当然。李哥，恭喜你啊，把赵文森的地盘彻底接管，加上咱们原来的小弟，足足快有200多人了。坐。哎，这次叫你来呢，就是想让你去注册一个公司，名字就叫做猛虎公司。这是材料，都已经给你准备好了。注册公司？赵文森的事情让我意识到，打打杀杀呀，终究会玩完的。以后我要带兄弟们穿西装打领带，风风光光的，斯斯文文的，这样走得更远。哎，好。赵文森被抓了之后，我们再也不要做黑道人员了，我们要惜败。从今天开始，我们有了自己的正规公司，名字叫猛虎。大家不允许再做任何违法乱纪的事儿，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是李哥。李哥，你找我？对，坐。你陪我去一趟更大地产集团，陪我去谈点事儿。李哥，咱去更大集团谈的不会是拆迁类的生意吧？没错。那可是大 B 的生意，确定要抢吗？哎，李哥，大 B 他们那一帮子人在雪城到处接地产公司的拆迁单子，他们那帮人人多势众，还是不要去招惹他们比较好吧？咱们公平竞争，有什么好怕的？行，李哥，你既然已经下定决心，那老铁我指定陪你走到底。不就大 B 吗？我倒要看看他有多少实力。说吧，二位，找我赵某人有何贵干呢？赵总，据我所知，你对莽村的拆迁工作很是头疼。李总说的对，这莽村的村民呢，他们属于同一个家族，非常团结，不好办。咱们要每人500块的赔偿金，可是呢，超过200我就赔钱了。为此呢，我专门找了大 B， 他要100万。虽然比大吴村的村民要的少，但是呢，即使如此，我也亏到本里去了。所以呢，就一直没让他动，那块地啊，就一直这么空着。这大 B 还真敢要。这样吧，我只要10万，我就帮你把这件事情办了。10万，真的？
哎，给我10天时间。如果我办不妥的话，我愿意赔付2倍的违约金。好，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哈哈哈哈！只要帮更大地产集团摆平莽村的事情，猛虎公司价格便宜、效率高的消息就会传出去，那之后就会有数不尽的拆迁单子找上猛虎公司。合作愉快。赵某村长，更大地产集团的人喊人来逼咱们拆迁了，他们的车都到村口了。慌什么？就算他大逼带人来我们莽村，也不怕他。大毕怎么没来？赵村长，我们是猛虎公司，和大毕没有关系。我来负责和你们村子谈拆迁的事情。不过这500块确实有点多。原来不是大毕的人呐，怪不得看上去怂怂的。用得着你算吗？什么意思啊？我说用得着你算吗？你个赵一家的狗腿子！哎，臭狗腿子，知道我们莽村的马怎么来的吗？要是拿不出来500块钱的拆迁款，就赶快滚，否则把你的狗腿打断！还站着干什么？没听我们村长说吗？赶紧滚蛋！赵村长，你看，滚开！上！好，打！操！现在知道莽村的马怎么来的了吧？兄弟们，走。大毕哥，莽村被赵一家拿下来了。赵一家那个愿意加钱给村民的吗？就是最近建设路很有名的李不群去莽村把这件事给办妥了。李不群？建设路和胜利路还不够，竟然把脚踩到了我的地盘。好，既然你找死，那我就成全你。走，走。进。警官，就是他，带人去莽村暴力拆迁。哎，你小子！哎呀，行了，大海，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咱们是正规公司，要文明。光盘拷好了吗？啊，好了。给王警官看一看。啊，这，你们什么意思啊？你们什么意思？王警官，我们呢去莽村进行拆迁工作，他们的村民不但不配合，还打伤了我们公司的人。这几天呢，我实在是太忙了，忙着给我们公司这些人看病啊，没有时间去你们反黑大队给你们汇报这个事情。那您看这怎么处理？你胡说八道！你看你把我给打的！警官，别听他在这儿颠倒是非，就是他们打的我，你看牙都被他们打掉了。赵村长，请你注意你的言辞，再敢对警官不敬，我是有权利逮捕你的。哎，赵村长，听到没？现在立刻马上赔偿我们猛虎公司的医药费，一共5万块钱。另外啊，你还要征得我们李哥的同意，要不然你就蹲监狱去吧。5万块钱？你讹人的吧你？5万块钱？你讹人的吧你？哎呀，赵村长，我没时间跟你在这扯淡。我告诉你，你要是不赔钱，就等着蹲监狱吧。这样，我给你一个机会，我不强制收你家的地，你把这个合同签了，我5万块把你家地皮买了，
咱们两个之间的恩怨，还有这个债，一笔勾销。你把我家的地拿走，还不用给我1分钱。怎么？那你要是能拿出5万块钱也可以啊，也可以不用签这份合同。我上哪去给你弄那5万块钱呀？而且我家里有500平米的地皮，就算1平米200块钱的补偿，我也应该有10万块钱的补偿款才对呀。哎呀，我说赵村长，你的废话怎么那么多？你到底签不签？不签的话就赶快去筹钱啊！哦对，多筹点钱，要不然啊，我们李总他可不会同意和解的。行，我签。真倒霉。李不群先生，你确定是要谅解赵村长吗？我确定，我这个人还是非常大度的。那我们就先走了。哎呀，李哥，你这招太高明了，不仅收了莽村，还狠狠地教训了一下赵村长。大海，我之前就跟你说过，打打杀杀的时代啊，已经过去了。接下来啊，要靠这儿，动动脑子。哦，对，以后动脑子。李哥，那个王依林来了，说是要和你谈拆迁上的事儿。李哥，那个王依林来了，说是要和你谈拆迁上的事儿，要让他来吗？王依林？哎，那个地产老板，他的生意可比赵一家做的更大呀。咱要是能和他合作上，以后就不缺钱赚了。大海啊，咱们呢，用非常低的价格帮赵一家解决了莽村的麻烦，以后啊，会有非常多的房地产商跟我们合作，你不用这么激动。对了，李哥，这么多地产老板找我们合作，担心大毕他们。放心，我们猛虎公司啊是一家合法合规的公司，公平竞争有什么好怕的？不好了，出事了，大哥！怎么了？慌里慌张的。大哥，王依林把拆迁公司的生意忽然不给咱了，好像是给猛虎公司了。再这么下去，咱们看来是要没饭吃了啊！李不群，你小子胃口挺大呀，我看你能不能吃得下。李哥，这顿饭局直接给咱们签了50万的大单子，猛虎公司又发达了。你放心，这只是开始，咱猛虎公司啊会成为雪城乃至全国最有实力的公司。李哥，这大毕他们竟然敢玩阴的！李不群兄弟，下来！下来！我有事情要和你谈谈。你敢玩阴的？有本事你说个时间地点，咱们碰一碰。小子，你第一天出来混呢？那你有种，下次也可以阴我，把车门打开，不然我就要砸车窗了。哥，等下我推开门，我拖着他们，你先走。下来！李不群，你有种抢我生意不敢下来，带种不带呀，李不群啊！大海，全速开车撞过去。你说全速撞过去？全速。好。大毕哥，这李不群是疯子吧？这真是太不要命了，太狠了！不按套路出牌。哎呀，大毕哥，那是不是李不群的车？是不是又来了？他是不是要撞咱们几个？走！哎呀，对！李不群，你的有种！王警官，就是他们几个，刚才对我进行拦路行凶，
我实在没办法了，就开车撞过去，这不把我车大灯都撞坏了。我要求他们给我修车。哎，李不全，你要不要脸啊？你撞了我们还让我们赔钱，这是你妈告诉我这情是你报的？是我报的警，怎么了？我是一个合法公民，自身利益受到损害，报个警怎么了？没错，合法公民的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是可以报警的。你们带人来围堵人家，人家这是合法行为。现在人家的车灯坏了，你们得赔钱。你出来混的，你报警啊你！我们猛虎公司啊，我是老板，我们公司可是正规公司，我们也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谁跟你们混的？你不缺。你们带着棍棒来围堵人家，都得给我进警局接受调查。另外，这笔钱你们肯定得赔。带走。是。走。走。这个李不群太不懂规矩了吧？无赖，简直是无赖！大哥，咱们兄弟比李不群兄弟多，要不咱们跟他开打吧？你懂什么？李不群的兄弟虽然没有咱们多，但实际上差距也不大。一旦全面开战，咱们也得元气大伤。那怎么办？再赌他？怎么脑袋这么不灵光？再赌，再去给那个无赖修车头？大逼哥，我把林飞燕给你带来了。好，不愧是曾经雪城的自由格斗冠军，这气场果然不凡啊！大比哥，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吗？啊，请坐，我这就让人上火锅，咱们边涮边聊。李哥，我总感觉大毕哥这件事儿不会这么简单的结束。你感觉的没错，大毕哥是不会这么善罢甘休的。这2天你安排几个身手好的兄弟悄悄跟在我身边。是。林飞燕，你看一下，就是这个人，你帮我把他干残废，我给你20万，怎么样？50万，20万不够，我爸的手术费需要50万。好，就50万。但是，我还有个条件。你说。如果我去做这件事，无论成功与否，或者我能否成功回来，你都要拿着这笔钱去给我爸做手术。这是我爸的住院信息。好，你放心，无论你能否回来，我都给你爸治病。大比哥，我希望你信守承诺，若是做不到，我会让你后悔的。当然。3天之后等我答复。大海，这就是王一林先生说的那个村儿，带兄弟们先进去看看，看看村民对拆迁这件事情是什么态度。好的，李哥。去死吧！敢对李哥动手，活腻味了吧你？住手！大哥，他可是要你命来的。大海，记住，咱们现在的身份跟以前不一样了，不能再打打杀杀，凡事得动脑子，不能只靠蛮力。还有，
大毕哥，好日子到头了。李先生，这位小姐应该很快就可以醒来了。林飞燕是吧？我劝你还是躺下好好休息休息，毕竟大毕哥答应你的可没有兑现。你什么意思？我已经派人调查过了，你是大毕哥请过来要弄残我的。你这次行动无论成功与否，大毕哥都要给你的父亲缴费做手术。但是我故意和你一起失踪，让手下的人放出这个消息，但你的父亲至今还在医院里面躺着，不相信的话可以去医院看看。这个混蛋！这里是60万，我打听过了，你父亲的手术费只需要50万，多出来的10万让你父亲做过手术后多补充点营养。你什么意思？你的身手不错，我想留你在我身边做一个贴身保镖。如果我同意了，这些钱就是我的，对吗？不管你同不同意，这笔钱都是你的，因为我欣赏你。既然你已经醒了，医生说你没有大碍，就赶紧拿着钱去给你的父亲做手术吧。我就这么走了，你不阻拦我？我说过了，我给你这笔钱是我欣赏你，不需要你帮我做事。拿着这笔钱去给你父亲看病吧。李哥，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李不群，你这个混蛋，哼，这就是和我作对的下场。大毕哥，你不愧是大哥呀，用最小的代价解决了咱们眼下最大的麻烦。我听说猛虎公司这几天都不接业务了，没了李不群，他们就没了主心骨，估计过几天就得散。猛虎公司，这下让他们变成病猫公司。切！大毕哥，林飞燕来了。大毕哥，你这过得好自在呀！你是不是忘记咱们之间的约定了？我帮你杀掉李不群，无论成功与否，行动之后你都要去给我父亲治病。你看你这话说的，我怎么可能忘呢？我这几天不是一直在忙吗？刚腾出手嘛，明天我就去交手术费。大毕哥，如果我这次行动失败，你是不是打算拿着给我父亲治病的预算，重新雇人去杀掉李不群啊？飞燕，我大毕哥混这么久，信用这一块绝对没问题。你父亲的病我肯定会治，至于雇佣其他人，那我另有预算。大毕哥，你是非杀李不群不可了？是的。哎，飞燕，你怎么这么问？李不群不是已经被你杀死了吗？大毕哥，不好意思啊，让你失望了。这怎么可能？你还活着？林飞燕，你搞什么鬼？到底怎么回事？大毕哥，你涉嫌买凶杀人，跟我们走一趟吧。你雇佣林飞燕女士去杀害李不群先生，已经构成了雇佣杀人罪，铁证如山。你还有什么话要讲？这又是你包的钱！哎，你他妈的，你混黑道吗？一点规矩都不懂。谁跟你说我是混黑道的？我是个正经人。你雇人杀我，我还不能寻求警方庇护了？你呀，也别想着狡辩。我多次确认你是不是要雇佣杀人去杀掉李不群，你一直也承认了的。你他妈的，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你也要被抓。李不群先生并没有控告林飞燕女士，林飞燕女士也没有真正杀害李不群先生的行为，并且林飞燕女士也没有从你这里拿钱，所以林飞燕女士无罪。你还得感谢林飞燕女士呢，因为她没有对我造成实质性伤害。你这叫雇凶杀人未遂，最多蹲个3到5年就出来了。喂，
大逼哥，你还不赶快说谢谢你，林飞燕女士啊！哼，李不群，你有种，你给我等着！带走。走，快走！李哥，你太牛了，直接干翻了大逼哥。他一进去，他的那些小弟就树倒猢狲散，甚至有很多都来投奔您了。李哥，我没有跟错人。大海，你告诉那些人，想加入我们可以，但我们猛虎是一家正规公司，加入之后必须遵纪守法，做一个合格的好员工。李哥，你就放心吧，你的那些话我都快背下来了。咱们不再是打打杀杀的人了，是合法公民。李哥，这个人他……你就是李不群。你他妈怎么跟李哥说话呢？没错，我就是李不群。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我是江爷的手下，江爷让我给你带个话。江爷要见你，雪城饭店007房间。李哥，这个江爷该不会是江海帆吧？肯定是江海帆，在整个雪城敢自称爷的也就他了。那这个江海帆不好惹啊，他是雪城黑道的老江湖，他的手下小弟众多，他跺一跺脚，整个雪城都要震上3震的。哎，李哥，等会儿去还是不去啊？就算是江海帆，也阻挡不了猛虎公司的崛起。一会儿你们两个跟我去一趟，我倒是要看看这个江海帆他想干什么。好的，李哥。好的，李哥。江爷。不群兄弟，请坐。不群兄弟，你最近势头很盛啊。江爷，我只是一个合法的生意人。我不管你是生意人还是黑道上的人，我叫你来是告诉你一件事。再过2天是你嫂子的生日，往年赵文森大臂哥会给你嫂子一份礼物，但现在他们2个人都栽到了你的手里。嘿嘿嘿，当然了，雪城的黑道本来就是打打杀杀，指不定哪天谁就会栽在谁的手上，这些我不管。2天后，我在雪城的夜宴会所总经理办公室办公，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江爷，我明白你的意思。和聪明人聊天就是轻松，赵文森大臂哥都不聪明，红包只肯给自己赚到钱的5%，要是15%，我保他们平平安安。江爷，这15%的红包有点大。哼，李不全，你觉得多大的红包算是合适啊？江爷，我是合法公民，嫂子生日你告诉我，那是嫂子给我面子。我买一个大蛋糕带过去，那是我给嫂子面子。至于这红包嘛，抛个1000块算一份心意吧。李不群，你别给脸不要脸，提个大蛋糕再拿个1000块钱的红包，你看不起谁呢？你算个什么东西啊？啊！你别跟我说话！你江爷，2天之后我带着礼物过去。如果江爷嫌弃，那我也可以不送。哼，李不全，江爷我送你一句话：年轻人不要太气盛。不气盛，能叫年轻人吗？李不群，你以为你今天还能走出这道门吗？
江爷，这个李不群太他妈目中无人了，你一句话，我立刻带人扫了他的场子。刀疤，做事是要用脑子的，只有用脑子的人才可以战无不胜，你明白吗？可是江爷，平日里咱们不就这么和别人争地盘的吗？这个李不群和别人不一样，而且你忘了大臂哥是怎么栽的了吗？要是咱们和他贸然开战，搞不好也会被警方咬住。这个李不群可是不讲咱们黑道那些规则的。那怎么办，江爷？难道就看这小子这么嚣张下去？我没记错的话，这小子主要的收入来源有几家游戏厅是吧？刀疤，你找几个小弟蹲在他游戏厅附近，把那些从老虎机赢钱的顾客给抢了，让人不敢再去他的游戏厅玩老虎机。这老虎机那可是游戏厅的主要经济来源。要是让游戏厅的老虎机没办法正常营业，就算是从根本上切断了他的利润来源呐。他不是喜欢报警吗？咱们的小弟抢的金额太小，甚至都没办法判罪，关几天出来还能继续抢。江爷，高，真高明啊！李哥，咱们真的不给江海帆这个老东西送礼吗？送个屁呀！今天能要你1块钱，明天就能让你送100块。他老婆一年得过多少个生日？更何况咱们猛虎是一家正规公司，他又不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凭什么给他送礼？李哥，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哈哈，今天哥们儿我手气真好，竟然在老虎机上赢了100多块钱。走，喝酒去。你们是谁？你们要干什么？滚蛋！我们可不是好惹的。我们是谁？我们他妈是你哥的人，你们敢在我们的场子里面赢钱，看我不把你们打得满地找牙！给我撒手！给我撒手！走！他妈的，这个李不群他玩不起，以后再也不来他的场子了。我去告诉朋友们，让他们都不要来了。来，李哥，江海帆那个混蛋竟然玩得这么阴，咱们的游戏厅生意一落千丈。李哥，江海帆这一招的确高明，咱们不可能派兄弟们去保护每一个从游戏厅老虎机赢了钱的客人，也不可能去报警，金额最多也就100来块钱，根本不够领啊！只是拘留关押几天，出来后他们还是会继续这么干的呀。他妈的，我这就带人去找江海帆要个说法。回来，你忘记我告诉你的了吗？做事要动脑子。李哥，他这相当于断咱们财路呀，那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啊。你说的对，但我们做事啊，不能只靠一股子勇劲儿，咱们的实力根本不可能和江海帆硬碰硬的。况且我们猛虎是一家正规公司，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打打杀杀了。李哥，你有主意了吗？猛虎公司是一家正规公司，不能打打杀杀，但我李不群扯下领带照样可以当流氓。你们两个跟我来。江爷，李不群的游戏厅都快没啥人了，这就是得罪您江爷的下场啊！这才只是开始。李不群，哼，薛城很快就没有这个人了。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小子，赢了钱就想走，把钱留下，否则……你们是谁？我可是江爷的人，我……小子，放乖点，还你一条生路。你们几个给我记住了，以后不听话，再干这种事儿，就是这种下场。滚蛋！
你这是怎么了？慌慌张张的。江爷，不好了，现在找不到人再去李不群的游戏厅了。为什么？昨天晚上咱们派去李不群游戏厅搞事的兄弟，有个人被车撞了，伤得很严重，其他的人是留着回来给大家报信的，说是再去李不群的游戏厅搞事情，就是这个下场。谁干的？不清楚，那几个人皆是蒙着面呢。现在兄弟们一听说要去李不群游戏厅搞事情，都担心会是这个下场，没有人敢去接这个任务了。兄弟们都是为了一口饭吃，遇到这么狠的人，你就是给再多钱也不会，或者说不敢去的，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不用猜，那几个人肯定是李不群了。我没想到他会用这种办法来解决游戏厅的困局。不错，是个人物，怪不得他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窜到今天的成就。江爷，那下一步怎么办？张辫子，你是我的军师，点子多，你说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江爷，你让我把许先生喊过来，不是已经很明显了吗？你要让李不群这一次彻彻底底的栽倒，让他自愿摔倒。游戏厅这件事儿只是我计划的第一步，这雪城很快就没他李不群的容身之地了。李哥，还得是你啊！这几天咱们游戏厅再也没有出现过赢钱被抢的事了。哎，这李哥要是连这个问题都解决不了，那还是李哥吗？大海，你再去放出消息，就说之前在那家游戏厅赢钱的人，根据记录，可以再次领取当日相同的金额，不管他有没有被抢。大哥，你这种做法，我要是游戏厅玩家，我也非得来你这里玩不可。行，那我现在就去办。好，飞燕，你比较细心，我交给你一个其他的任务。啊，李哥你说。咱们公司呢，现在通过洗浴、酒店，还有替地产老板们拆迁积累了一些资金，但我觉得积累速度太慢了。我打算进军房地产，你去帮我注册一家房地产公司。下周呢，我们去雪城拿一块地皮。行，我这就去办。好。雪城啊，还是太小了。不久之后，我要让猛虎公司立于全国之巅。李哥，你看，这是我新注册的一个地产公司。有了这份资料，下周我们就可以去参加雪城的地产拍卖了。进。李哥，许大地老板说有要紧事找你。李不群先生，你好。你好，请坐。早就久闻许家地产公司的大名了，不知道许大地先生这次来是有什么事吗？我来找你谈一笔生意。生意？拆迁的生意吗？那是小生意。我今天来呀，找你谈的是一笔大生意。我许家地产在雪城的名声，想必你也听说过。我今天来找你谈的是原材料的生意。原材料？没错。你现在去拿地皮，不仅要投入人工费、材料损耗费，而且呀，汇款的周期也比较长。相反，如果从原材料上下手的话，短期内甚至可能盈利。具体怎么个合作方法？我得到一条内部消息，大柳村采石场啊，因为经营不善面临破产，现在只需1000万就能把它拿下。不知李不群先生能不能全部吃下来？不行啊，我只有800多万。我可以先支付200万，不过我的条件是我必须持有20%的股份，我使用的时候必须按成本价给我。另外，你还要负责石头的运输工作，因为如果使用我许家的车队的话，我怕那些地痞流氓会阻拦。那利润是多少？在采石场出来的时候是10块钱一斤，运到施工现场是200块钱一斤。好，这个生意我做了。这个人呢，
是采石场老板的名片，具体的相关事宜啊，你可以和他商谈。好。李哥，这也太巧了吧！那个许大帝说的大岭村，就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这个赵涛，是不是不太好惹？这个赵涛是我们村的大流氓，但是他为人还算仗义，对于我们要做的生意，应该不算什么太大的困难。但是我总觉得这个事有些不大对劲儿啊。你是不是觉得这种好事落在我们头上，有点好的太过于离谱了？对。林叔，我凯文兄的背景你也是知道的，他表哥赵涛啊，在咱们这边那可是有采石场的。飞燕妹妹以后要是跟了我凯文哥呀，以后啊不愁吃不愁穿。闺女，来，快坐，坐。哎，这就是我给你介绍的相亲对象赵凯文啊，他表哥赵涛是咱们这儿采石场的老板，特别有钱。你呀，跟着他后半辈子肯定可以不愁吃穿的。爸，我都跟你说了，没有遇到我满意的男人之前，我是不会结婚的。你说有急事我才来的，你要这样的话，那我就先走了。你这孩子，你爹可都是为你好。飞燕，林叔说的可都是为你好，你跟我凯文哥不比跟着这个蹲监狱出来只能找人配合来装有钱人的犯人要强得多。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上次在丽都歌厅你是找大堂经理配合你演戏呢，要不是老子离开雪城前又去了一次丽都歌厅，发现总经理不是你，就真的被你给骗了。我拿下赵文森的地盘后，的确把丽都歌厅交给别人打理，没想到被这小子给误会了。哦，原来你是一个喜欢臭显摆的劳改犯啊！哎，飞燕老妹儿，不是老哥说你就算是不想被林叔安排相亲，也不至于这么作践自己吧？那找人配合装出来的有钱，能是真有钱啊？去，搬2箱啤酒。劳改犯，我给你个赚钱的机会，以后出门你就不用硬装有钱人了。这啤酒你喝1瓶，我给你100块钱，但我有一个条件，你必须喝到我满意才能停，或者你中间求我，我也可以让你停，怎么样？这买卖可以吧？李不群，听着了没？咱凯文哥多霸气啊，还不赶紧把握住机会？喝1瓶100块钱，你们哎，不如这样吧，我给你个机会，你喝1瓶酒，我给你1000块钱，条件嘛和你一样，喝到我满意，或者你跪下来求我。啊，凯文哥，有人想装逼，你就让他装呗。我凯文哥口袋里可是实实在在装着钱呢，你就是想在飞燕妹子面前表现一下，你拿得出来钱吗？张庆伟，要不是我不想再打打杀杀，你这会儿已经是个死人了。李哥也真是有耐心，竟然陪这2个傻子玩，哼！哦，李不群，你挺下本啊！为了让飞燕老妹儿以为你是个有钱人，不知道去哪里借了这么多钱吧？凯文哥，1瓶1000块，咱就喝，我看他舍不舍得给。劳改犯，要是我喝了，你不给，你会死得很难看。凯文哥，就喝，让飞燕老妹儿看清楚，他是个什么人。飞燕老妹儿，老哥我这就让这个骗子原形毕露。
继续。李不群，为了拿这1000块钱，后槽牙都咬碎了吧？装，你接着装。凯文哥，接着喝。行，还在装是不是？我倒要看看你还有多少钱。凯文哥，加油，接着喝呀！他马上就该原形毕露了，接着喝呀，凯文哥。好，喝呀。哎呦去！凯文哥，加油啊！李不群他马上就要原形毕露了，接着喝呀！张庆伟，你给我交代清楚，你跟李不群，你们是不是一伙的？凯文哥，我怎么可能跟他是一伙的呢？凯文哥，你别说那么多，你接着喝呀！他马上就要原形毕露了。这酒，老子他妈不喝了！谁愿意喝，谁喝去。这酒可不是你想喝就喝，不想喝就不喝的。你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很简单，跪下来求我，我让你不喝。否则，今天这个酒啊，你必须喝。我求你！我说过了，求我或者继续喝。服务员，再拿2瓶酒过来。我求你，饶了我，饶了我，不喝了，再不喝了，不喝了，拿着这些钱，给我滚！林叔，不好意思，解决了点小麻烦，让你见笑了。没事儿，没事儿。爸，你上次的医药费就是李哥给的，要是没有李哥，你女儿我可拿不出那么多钱。啊，他是我救命恩人，来，今天这顿饭我请。林叔，我们先把你送回去，再去忙我们自己的事。不用，你们呐忙自己的事，我呀自己。今天你他妈很嚣张啊！这是我大哥赵涛，现在只给你一个选择，要么跪下来求我，要么我他妈今天废了你！就是你，刚才为难我表弟了。李哥，你先走，我来对付他们。飞燕老妹儿，你这时候还在护着李不群呢，他就是个骗子，你没看出来吗？他马上啊就要被打的。李不群，雪城的李不群，肯定是这个李不群在不知情下得罪了赵涛，这下可有他好看的了。赵涛大哥，他就是李不群，不用说了，赶紧动手。敢得罪我的贵客。赵涛大哥，许大帝先生来了。许大帝先生来了，快让他进来。好。赵涛先生，听说你的采石场因为经营不善，急需要卖一个好价钱，把你嵌的窟窿给堵上。我愿意出资1000万，不仅能帮你把窟窿堵上，还可以留下来一些。你看怎么样？他怎么知道这个消息？不过我之前问别人的价格都是500万左右，连窟窿都堵不上，1000万的确没什么可挑的了。许大帝先生，我的采石场也没有那么不堪，1000万是不是有点儿？你要不愿意，我立刻就走。许大帝先生，1000万就1000万。行，我会先支付你200万，剩下的800万让我的合作伙伴支付给你。
他的名字叫做李不群，是雪城最近新窜起来的一个大哥。不是，你们两个还不赶紧跪下来给李大哥道歉！你们知不知道，他在雪城可是吞下了赵门子、阿胜、大逼哥地盘的人，他一跺脚，雪城都要震一下的。你们两个竟敢得罪他，不要命了！什么？赵头大哥，你认错人了吧？他就是个刚出狱的劳改犯，从小跟我一块儿长大的。他家里条件特别穷，怎么可能是他？再敢对李大哥不敬，小心我撕烂你的嘴！张庆伟，不好意思，让你失望了。丽都舞厅只是我猛虎公司底下一个小小的产业而已，你在那儿见不到我很正常。我上次说过，再见你一次，一定饶不了你。林叔，我们先送你回去。好。一会儿再来找你。铁子们，还愣着干什么？刚刚李大哥说了，不能轻饶了这小子。大哥，赵大哥，我错了，饶命啊！我饶了我的赵大哥。饶命！赵涛先生，这是800万，你点一下。李大哥，不用点，我信你。这是合同，你签一下，以后采石场就是你的了。李哥，咱们兄弟们费了好大的功夫，终于拍到了。拍到什么了？飞燕妹子，你自己来看看。这是这个女人啊，是江海帆的女人。李哥，这是什么情况啊？我一开始就知道许大帝来找我，这个事情不会这么简单的，所以我让大海在背后调查他，结果就发现了这些。大海这次做得不错，看来我有必要约一下他。如果他是真心跟我合作，那我就烧掉这些照片；如果让我发现他是江海帆派来的，那这次他就要栽了。哇，李哥，这次我是彻底服了。李哥，许大帝先生来了，让他进来。大海，你去吧。大海已经把那些照片给我看了，说说看吧，你想要什么？许大帝，我就一个问题，是不是江海帆派你来的？你现在可以选择不说，我希望你看清现在的形势。你如果不说的话，那我就把这些照片给江海帆，他会怎么做，不用我多讲了吧？李不群先生，不，李，你不能这么做。我说，是江海帆派我来的，他故意让你去买采石场，好让你的资金链断裂，进而瓦解你所有的产业，从而让你滚出，离开雪城。这个江海帆真是个阴毒狠辣的，要不是我留个心眼儿，就真的中计了。我现在给你一条出路，扳倒江海帆。你让我去对付江海帆？对，你如果不愿意的话，那我就把照片交给江海帆，让他对付你。李，我答应你，你说怎么办吧？这就对了嘛，你跟我联手解决掉江海帆，咱们两个就都安全了。办法嘛，很简单，找到照片上的这个女人，把她也绑在咱们这艘船上，这样就可以扳倒江海帆了。就这么简单？那个女人身份非常特殊，她可以轻而易举地拿到江海帆记录秘密的账本，我们只要拿到账本，扳倒她就很容易了。她要是不答应呢？她不会不答应的，
正如你现在这样，为了活着，他一定会答应的。行。李哥，你找我？大海，交给你个任务，你呢去通知咱们之前合作拆迁的地产老板们，就说我李不群的采石场3天之后开业，让他们全部前来。凡是前来的呢，以后呢买咱们的这个矿石享5折的优惠。记住，一定要大张旗鼓的宣传，恨不得让整个雪城的人都知道。放心吧，李哥，我明白。闺女，这开业怎么只有李不群老板自己的人呢？我也不太清楚，好吧。李不群，你这是在等雪城这些地产老板们来参加你的剪彩仪式吗？别等了，等不来了，散了吧。你们怎么知道他们不会来呢？除了江爷，谁还可以让雪城房地产公司大佬都来不了？这就是得罪江爷的下场啊！李不群，雪城的地产老板们是不会来的，除非他们想步你的后尘。我实话告诉你吧，你这采石场肯定开不下去的，你的所有流动资金也全都套在这里面了吧？这采石场一旦倒了，你的其他产业也会全部土崩瓦解了吧？这雪城可就没有你的容身之地了。我知道了，是许大帝，他骗了你，所以这一切都在你的计划之中。你现在才明白，为时已经晚了吧？早就不要让你得罪江爷了，现在知道下场了吧？啊，晚？我怎么觉得不晚呢？啊，我没听明白，你为什么觉得为时不晚呢？江爷，你今天来这儿，不会是单单告诉我的采石场要关门了吧？我想你肯定有其他的考虑吧？李不群先生，你果然聪明，没错，我的确是来给你指一条路走的。好，江爷，请赐教。你这采石场以及你所有的产业，全卖给我吧，500万。你可以不背负任何债款，离开雪城。这500万够你潇洒的度过余生了。如果你执意不肯，这采石场会拖垮你的，你将背负一身的外债，后半辈子也要在还债中度过。2条路，你自己选择吧。李不群，你应该感谢江爷，要不然你会被这采石场巨额债务给压死的。妈的，闭上你的臭嘴！怎么，江爷，你这个想法我很满意，但是我不要500万。那你想要多少啊？江爷，你给我5个亿，我就把雪城我所有的产业都给你，而且我保证我可以立马离开，永远不再回来。李不群，你别给脸不要脸！李不群，你有种！行，你就等着你的猛虎公司被这采石场拖垮吧！你怎么知道我的猛虎公司会被采石场拖垮？哦，对了，江爷，这个许大帝今天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啊？许大帝他有事情不来了，怎么了？那个女人呢？怎么也没一块来？李不群，你到底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我就是想告诉你，这2个人去给你准备惊喜了。你们2个竟然敢！江爷，呸！江海帆，我告诉你，我们2个才是真心相爱的。还有你，
马上就进监狱了，何必白白浪费人家青春呢？你说什么？进监狱的人？你什么意思啊？你的账本，我亲爱的都已经交给警察了，还有你们这些小弟，现在不跑，等一会儿跑的机会都没有了。什么？你把我的账本交给警察了？你怎么敢？江海帆，你从来只把我当成玩物，只有许大帝，只有他是真的爱我，他给我的，你这辈子也给不了我。刀疤，把这个女人给我砍了！蹲下，别跑，别跑！放开我！放开我！为什么抓我？江海帆，下半辈子你就准备在牢里度过吧。江爷，我还得感谢你，如果不是因为你让许大帝来对付我，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对付你呢。这下不就完事儿了吗？李不群，我不会放过你的！哎呀，别说大话，能从监狱里面出来再说吧。哟，看见没？这么多老板都来了，他们听说今天你要栽了，特意过来看热闹的。你说，你进监狱之后，他们会不会来我的采石场买我的原材料？你别说啊，我还真得感谢你，用进去蹲监狱为代价，给我打了个广告。谢谢啊！赶紧送江爷去医院吧，等会儿啊还得接受法律的审判呢。带走。走。谢谢你替我们解决了江海帆这一黑恶势力。应该的，我是一个合法的公民，我们猛虎公司是一家合法合规的公司，打击黑恶势力是我们的责任。也恭喜你，李不群先生，开业大吉。